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个远见快评和方伟实践的朋友们好。这个今天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叫做远方对话，是吧？其实这个远方对话呢，是唐晋远和方伟的对话。更严格的说，我觉得这一次应当是我们从远方归来的对话。我觉得这个更准确一点说，是吧？是因为前段时间呢，前几天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们到这个西部去。和大家真正是到了这个远方和大家进行一次对话。那么这个是上一次，就是我记得方伟我们俩还是在黄石那个时候是吧？我们在这个旅馆里跟大家做了一期这个远方对话。那么现在是正式的回到这儿来，从远方归来的对话。所以是，首先呢要和大家来通报一个绝对是独家的重磅的消息，就是我们昨天的抽奖获奖的朋友，这个名的。这位朋友啊，是我们在昨天节目里和大家做这个抽奖，他的名字叫做 John Connor。John Connor， 对，这位朋友，我们看到在这个屏幕上已经把这个，对，我们导播把这个照片放出来，就是这位朋友，是吧？我们请这位朋友，就获奖的这位朋友，赶快联系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邮箱，就是 yjkp513jd@gmail.com 通过这个邮箱来联系我们，把你想要获得什么样的奖品以及你的联系方式啦等等，反正诸多的信息，然后都来这个告诉给我们。所以呢，我们这样就是。John Connor 我昨天看了，他非常的勤奋，一直在这个打你的名字出来。John Connor 是 Terminator 里头的那个抵抗运动领袖，是吗 ？John Connor Terminator。哎呦，我都还不太熟悉，我只是感觉这个名字好像听上去感觉有点熟。显然是一个怎么讲 Chinese American 啊，我想是啊。恭喜啊！好啊 ，OK， 好，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正题。对啊，今天话题很多啊，我觉得讲中国的事情啊，中共的事情，讲美国的事情，讲中东的事情，还讲台海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就看吧，我这个方伟和唐晋远先生，我们一起来就聊聊天哈，每个星期我们聊一下这个世界大事哈。我们先说这个中共的事情，就习近平到底是哪一出？我看你昨天做的节目，你再跟我们说一下，你觉得现在习近平要去韩国出席 APEC？先订了一个452个房间的 hotel， 他是把那个星罗酒店整个都包了，整栋楼，然后又不要了，突然取消，这能说明什么呢？人家就说我看到相关的报道，就是因为他在韩国民主国家激起很多的民愤，人家订了10场这个婚礼哈，你折腾一下把人家赶走。但是中国呢，这话都不要讲哈，在韩国在美国可能那真是个事儿啊。那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呢？那民众起来了，那习近平想动了恻隐之心，我不要惹恼韩国的老百姓，怎么样？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解释、这种报道呢，我要说句严重一点的话，他其实完全不太懂中共政治，他也完全不太了解习近平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人。OK， 这么说吧。你如果说在韩国这个取消这个酒店，你说韩国他可能就是激发了很大的民愤，因为他把整个酒店包了，据说有8对想要结婚的新人，因此而被迫的推迟了他们这个婚礼。也就是说，对韩国的总统李在明来说，他当然肯定是有很大压力。是，就是李在明可能也许他会觉得说，我要想办法说我们要平息一下，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对啊，但是你要想清楚一点。习近平他可是客人，而且他是这么一个就是大权在握的，说他怎么会在乎你韩国民众有一点点这个抗议？我就非常照顾你的情绪，然后我就把这个酒店就取消了，我对你的这个访问他都不访问了。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订这个酒店？他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知道习近平他要在这个10月底要去出席，预报要出席这个 APEC 峰会。是。当时呢是在这个9月18号918这一天的时候，韩国的就是现任的外交部长来到了中国，然后他们跟王毅进行了沟通，说得很清楚，他们要首先第一个确认习近平他一定会要出席这个 APEC 峰会，第二呢，他们非常希望习近平借出席峰会，同时对韩国的新任总统，因为李在明刚刚才上了吗？要做一个正式的国事访问。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那个 APEC 峰会它是在庆州举行，它不是在首尔。韩国的首都是在首尔，首尔距离庆州大约是有4到5个小时的车程，就是走高速公路要走4到5个小时的车程，就是它还是有相当的距离。所以呢，习近平他们才
去提前预定了把这个星罗酒店在首尔的，因为习近平在此之前有3次访问过韩国，每一次都是下榻这个星罗酒店，而且每一次都遭遇过很多的这些民众的抗议，每次都很扰民。对对，所以习近平他压根儿就不在乎，他不会在乎这一点的。所以当然我不懂啊，他去庆州开 APEC 峰会，为什么要住在首尔呢？差4-5个小时，早上去，晚上再回。怎么弄？就是他在庆州可能也是有酒店的 ，OK，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在庆州他只是住1个晚上，因为APEC峰会就是举行2天。是吧？头一天、第一天，过1个晚上，第2天可能就散场。反正他全部包下来，对不对？他也有钱，他也不差钱。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应当是这样子。现在关键是他把在首尔的这个星罗酒店预定的整个一栋楼，他突然一下把它给取消了。对啊，为什么？会不会是这个李在明向习近平施加压力啊？说我现在2党非常的这个互相斗得很厉害啊，搞得我很扰民，我这个在政治上很薄弱，拜托老大，不太可能啊。为什么？这个因为违背一个基本的政治这个常识。本来，首先你想想，李在明他是新任总统的，刚刚才上任，刚刚才上台，他是非常迫切的希望习近平算是大国这个领导人，大国领导人主动的上门来拜访你，这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这是给他再加分嘞。所以为什么我就说刚才韩国的这个外交部长到了中国来访问，他其实目的就是想要他们非常希望主动的邀请，希望习近平的秋天这件事儿，也来给我们。顺便还要做一个正式的国事访问，也就是说，你到 APEC 峰会来，他在 APEC 峰会本来就预计要和这个李在明进行一个场边会晤，就是我来出席峰会，顺便呢，比如说抽个半小时、40分钟，跟你在场边找个房间 ，OK， 我们来聊一聊。但这种是非正式的，李在明觉得不够。这个不足以，就是对我来说，这个影响不够，分量不够。所以你能不能再给我到我们家来，到我首都来，给我做一次非常正式的叫国事访问？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本来都敲定了，所以他们才去预定了那个酒店。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就是习近平突然取消这个酒店，毫无疑问是被迫的，是非常突然的，一定是他计划外、意料外，而且是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他不得不把这个取消。因为取消这个酒店，就意味着一件事儿，他取消了对韩国的正式的国事访问的计划。OK， 不访问你了，我仅仅只是在 APEC 峰会上面跟你来做一个场边的一个见个面，非正式的。就后面那台大戏没有了。对，后面就没有了。那能看得出来是什么原因吗？这个原因，所以我就回到刚才你提到这个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它实在不太可能是因为什么韩国民众出来抗议了一下，习近平你居然来了，导致我们结不成婚了啊！所以呢，这个习近平哎呀可怜你，我就不来了。No， 我觉得肯定这不会是这么简单。你想，一个大国领导人他非常正式的国事访问，他可能因为说你有几个年轻人要结婚，我就把这个酒店 OK 我就不来了，这国事访问也取消，你结婚吧。OK， 不可能吧，对吧？所以它是这么一个关系。那有什么合理的解释？我觉得在就是我个人的猜测，这个背后呢有一个非常可能性的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习近平取消这个酒店预定的几乎是同一时间，正好是朝鲜的外相，也其实就是朝鲜的外交部长叫崔善基，是这个人在北京访问嘛，对吧？对。然后呢，我觉得可能跟这个事情密切有关。崔善基跟王毅嘛，对不对？对，崔善基跟王毅进行了一番会谈，而且崔善基来会谈谈的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他们也想让习近平到朝鲜去访问，去做一个正式的国事访问，而且还要出席朝鲜非常盛大的一个活动。他的阅兵。他要搞一个阅兵，对，就是在10月10号，因为10月10号呢，朝鲜是他的这个劳动党，也就是金三胖那个党，他的成立80周年。80周年算他一个大庆，所以呢，金正恩、金三胖对这次是非常重视的。他已经说明要大庆3天时间，要把全国都要动员起来，为了这次这个大庆反正有非常多的这种节目，这个庆祝活动的安排，然后还有一个甚至要举行天下大赦，他真的像过去古代的皇帝一样，天下大赦，凡是就是轻罪啊，多少判多少年以下的，一概都放了天下大赦。他用这种方式，你就可想三胖对这个有多么的重视，这是史无前例，从来没有过的。OK， 所以呢，他当然非常希望，因为三胖之前不是9月3号他去出席了北京的阅兵，是史无前例，从来没有的。在此之前，习近平的阅兵，朝鲜这个三胖都只是派遣的一个首相，从来不去的。他自己本人是没有来的，但是这一次非常意外，他亲自来了。所以我想，毫无疑问，他肯定是希望能够跟习近平就做一个，我先来给你捧个场，希望你也投之以桃，你报之以李啊，你也来给我捧场，你也来过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应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习近平呢。
他可能有可能会要去访问朝鲜，并且出席这个阅兵式。但时间是错开的呀，他为什么不能两边都去呢？金三胖那么在乎他去南韩做这个正式访问吗？这个呢就有2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是朝鲜和韩国我们知道本来就是互相是敌对的，是吧？非常敌对的，而且三胖是从来一直都不承认这个韩国的，所以他可能站在朝鲜的角度，他会觉得说，你在1个月其实不是1个月，仅仅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刚刚才来就是非常正式的对我进行了国事访问，你马上一转身是吧？这个拍拍屁股，你马上又去了我的敌人对手家里去做一个正式的国事访问。三胖他可能会觉得说，就是 OK， 他可能会觉得这有点，我觉得包括中共自己可能会觉得这个是有点冲突，有点尴尬，不是那么太合适，就是他希望把时间距离拉开一点，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你觉得就是说崔善基去到北京跟王毅见面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对，你认为是那件事情引发了这个变化？因为这个订旅店是早就定了，对不对？最起码提前10几天有吧，20几天1-2个月。对。然后他的取消是因为2个外长见面，就是金正恩表达出了他的不满，习近平卖他的面子。我觉得这个问题应当是，你要说我个人的看法，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习近平自己拍的板，习近平应当是被迫取消。OK， 所以我刚才说嘛，我是习近平他自己在那边取消这个预定的酒店这个事儿，在中韩的外交史上是史无前例，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一次。所以你说习近平他真的那么的看重金三胖的面子，我为了给金三胖捧一个场，我这边我就宁可得罪你。其实这个可以说对韩国是得罪了的。我都已经给你定了，我要来拜访你了，突然一下说我不来了 ，OK， 所有订的酒店我全部都取消了。其实有点相当于是打了一耳光，其实对韩国是说白了是会得罪。那我想我们回到老话题了，对不对？就是说到底习近平现在动向如何哈？他是失去权力还是没有失去权力？那现在呢？当然我跟你谈过哈，我跟张天亮也教授也谈过。那基本上现在就是说他在10月底还要跑去这个韩国去访问，去这个 APEC，那么可以把他认为说他显然是没事的，因为这个4中全会是10月20号跟23号就开完，开完之后这位还是国家元首跑去，他是不是其实是叫做非常的稳固，非常的安全？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OK， 好，不好意思，我说的有点直白。没有，我就是直说，就想直说。对，为什么？你没说错，就是习近平他这个 APEC 峰会是在10月31号到10月11号2天时间举行，而4中全会是在10月20号到23号举行4天时间。对啊。所以呢，也就是说，按照这样一个逻辑去推理，你会发现说，哎，怎么习近平在4中全会开完以后，他依然还会继续以国家元首的这个身份去出访韩国？是，还见川普？不就意味着这个4中全会就没事儿吗？No， 不是这样的。Why？ 因为呢。我们先说假设，对吧？因为我觉得有些朋友老是可能有点不太好接受，我们就说假设吧。如果假设习近平在4中全会上下台交权了，他只会交出2个职务，铁定的。就算他是全面交权，他只会交出2个职务，就是第一个总书记，第2个军委主席。为啥？4中全会是中共党务系统的会议。好，但是金远兄，他如果交了那2个权，一傻瓜。包括这个，更不要说川普跟这个李在明了，傻瓜都知道他不是老大了，不是老大，只是因为他内部的如何。那川普要给他面子，跟他去谈见面吗？李在明还要邀请他去这个就做国事访问吗？这就是礼节性的见个面问个好而已了。但是他已经不是 1 了，那李在明邀请他的动力，那说不定都有问题啊。说不定李在明跟他说，如果他知道这回事的话，你就甭来了。他是这样子的，就是中共在过去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就是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不是同一个人，比如说在邓小平时代，那个时候国家主席是李先念啊，总书记是这个赵紫阳啊，是那个胡耀邦是吧？先是胡耀邦，后来是赵紫阳，这个就是不是没有过这种先例。那么也就是作为国家主席，你邀请的是我国家主席来出席这个峰会，我来了。尽管在这个时候，如果说已经发生了变故，谁都知道你实际的权力已经不在你手上了。但是呢，我礼节性的，我既然因为这是提前确定的，我要邀请你来，提前定的。那这样的话，所以呢，他一定还会要继续去完成他的这样一个交接。我就接着刚才这个话说，就是说，在这个4中全会上，即便习近平他失去了权力，他也只会交出这2个职务，而他的国家主席职务呢，要等到
在翻过年的明年的3月份，就是开两会的时候，那个才是政府系统，因为国家主义属于政府系统之物，就程序没到。对，他要走这个程序，因为反习派他们一定要把习近平这次权力交接，要把它以合法的、合理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不会有任何在程序上面有任何问题。程序上不会造次哈。那如果这样的话，到时候如果他真的四中全会撸掉2个权力，军委主席跟党的总书记没有，那川习会也好，什么理习会也好，对，就没有实质意义。那显然人家能读出来，就是个行礼如仪的一个碰头会而已，就只是一个表面上而已，对不对？是这样的。好，这就是为什么我接着你刚才这话，为什么川普坚持，首先他把这个中美的谈判一推再推，第二他把访华的时间推到了明年去，我觉得这个就是原因。其实在我看来，川普他已经心里是有数了。我们讲一下这个中美关系好不好？这个华盛等一下，我刚才还没说完，还没说完，好，就是习近平为什么他要取消这个酒店这个事儿？我刚才说了，首先第一个，为什么大家想想，如果按照我们刚才这种说法，我们讨论的这个习近平他不是自己要取消的，他是被迫的，为什么？被真正说了算的说你别去了，这意思吗？对对，就是反西派现在控制局面的反西派，为什么说希望他到朝鲜去，不希望他对啊？为什么要取消这个反西派？如果是汪洋或者胡春华，在你的看法中哈，这是亲美派，或者说有些改革的意向的，这些人显然应该重视怎么讲韩国、美国多过重视北韩呢？对，那怎么会有这种变化呢？因为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模式。因为谁都知道呢，朝鲜跟中共的关系，朝鲜可以说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一个魔障就是朝鲜，因为中共从建政到现在发生的2次巨大的这个就是你把它叫做动乱也好，或者是叫做波动也好，都跟朝鲜密切相关。2次啊，一次是什么？抗美援朝。第一次就是抗美援朝这个战争。第二次呢？对吧？第二次就是6·4。6·4为什么呢？因为谁都知道赵紫阳当初就是因为去出访朝鲜，导致他失去了主动权，才导致整个这个就是6·4的，在几天之内他去出访朝鲜，在这儿待了居然待了1个星期。他也不是2天3天，一般正常出访就2-3天，他在这儿待1个星期，回来以后整个完全变天，完全翻转。本来之前赵紫阳在国内的时候，他是主导着整个跟学生这些劲儿进行对话、进行沟通的，整个其实形势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就在赵紫阳23号去了朝鲜以后，谁都知道到了26号的时候，在李鹏的主导之下，李鹏本来就是赵紫阳的政敌，是吧？李鹏是强硬派，一直力主是要进行这种暴力镇压的，然后不就出来一个非常有名的426社论，是吧？就给这个学生这个运动就定性为这是一次动乱，就是从426社论开始起，整个事情就是急转直下失态。所以正是因为这样，赵紫阳在事后啊，就是赵紫阳那个时候都已经被软禁了。包括后来赵紫阳已经去世了，很多他的一些旧部啊、部下等等，都在写回忆的文章。所有的共同点都是说，赵紫阳最大的错误就是那个时候不该去出访朝鲜。一去了朝鲜以后，国内所有的事情他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办法，就可以说整个都翻转过来。所以在我看来，这一次如果说啊，因为我们现在不太确定习近平是不是真的要去访问朝鲜，因为这个只是大家在猜想，不光是我在这儿猜。包括什么美联社呀，包括很多这个路透社，很多大媒体都在猜，就觉得可能是跟这个事情有关系。习近平可能要去访问朝鲜，他要去出席那个阅兵式。所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在我看来，习近平就真的有可能在重演当年赵紫阳的这个模式，先把你给调开吧，就是免得你在这碍手碍脚。其实，在我看来，习近平他已经没有实质性的权利了，但是呢，毕竟他人在这儿呢。可能很多事儿就不太好办，再加上他其实还有一帮这个心腹嘛。那习近平一旦去了朝鲜，他那帮心腹什么蔡奇啦、什么何立峰啦，这些人可能都得要跟着他去的。对，就是这帮元老们来说，控局的元老们来说，他就觉得我至少是吧，你人不在我眼前，很多事儿我操办起来我就会很方便。也就是说，在此之前，习近平虽然失去了军权，但是至少在党政系统，习近平毕竟还在位嘛。很多事就是很多相应的这种政权，这么说，他还是有一些发言权的。他还是在管这些事儿。你要是真去了朝鲜，他就必须得把所有的权利，这边得找一个人临时代管，他全部都得交出来。你到那儿就是当个客人去享受一把就完事儿。所以我说这叫做重演当初赵紫阳的模式，它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对，我觉得这是个大胆的解释哈。对，那么是不是这么回事儿，确实还不好说。我们还需要再继续观察。看一阵，也许他可能不一定要去朝鲜，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那四中全会这个公报我们还没有谈过哈。四中全会的公告，你能看出什么端倪来？他有权利没权利的端倪，你能看出什么来吗？我把它和上一个，因为这一次的四中全会的这个通报不叫公报，它就是一个通报，一个就是说政治局的会议嘛，说我们四中全会通报了它的最主要的议程就是叫“15+5”规划。Right。那么我就把它和上一次的叫“14+5”规划，“14+5”规划也是一样的，是在5年前，是在这个就是10年前。5年前，我记错了，对，5年前那个“14+5”规划，那个时候他们所做的那个就是一个通报，我做了一个对比，至少我对比下来，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对习近平的这个个人的领导地位的这个用词上面，它有非常明显的变化。上一次呢是说得非常清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要全面的怎么，就是这个意思，基本上其实就跟那个定于一尊差不多是一个意思。但是这一次呢是明确提出来，叫做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以及集中统一领导的地位。你只要看到有一点啊，就是这个集中统一领导这4个字，只要一出来，它就只代表了一件事，叫做集体领导。因为这个是从胡温时代起一直都是沿用到现在，只不过是到了后来习近平他自己定于一尊以后，他就把这个集中统一领导完全就给摘掉了，变成是就是一定是绝对坚持党对一切的这个领导。什么是党？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吗？他就是党嘛，他就是党的这个总书记，他掌控着这个党的所有的这个权利，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在我看来，就是在这些重大的政治议程的通报上面，他在对习近平的领导地位的用词上面出现变化的话，那应当就是比较明确的一个。所以在我看来，这个答案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习近平他的地位肯定是他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地位跟他定于一尊那个时期肯定是两回事儿。所以你的看法不变？对，我其实看了一下那个叫做。就是宣告要开这个会，这个通知吧，怎么说哈？确实，我觉得关于习近平提了3个地方，2个地方都是行礼如仪，这就几乎你不提也没办法哈。第3个地方也是比较淡的，似乎是我是同意你的看法哈，这一点上。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到了四中全会这么大一个会，对吧？我觉得他完全藏住什么在藏住，假如有事儿的话，他是很难藏得住的。对，所以基本上大概率会看出一些端倪来，到底有事没事。迟早是要揭盖子的，对，迟早要揭盖子，永远捂在那儿。尤其是在此之前，我跟大家，我在昨天做节目，我还跟大家提到一个事儿嘛，就是李强不是这次去来了美国嘛，他在出席这个联大，跟美国私下里开了一个闭门会议，都是美国的美中关系委员会的一些高层的领导，包括这个很多的官员和一些商人呐，很多一些学者等等，是吧？然后他就说了一番话，他说中美关系就像这个夫妻一样，两口子一样。这可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儿，因为中美夫妻论这个说法不是李强的独创，这是汪洋的独家标签。当年2013年，汪洋刚刚才上台，习近平也才刚刚才上台，那个时候的中美关系还是奥巴马政府，中美关系还相当不错。是在那种背景之下，汪洋就说了这么一番，说中美夫妻论，但就这样，汪洋都被批了。就是说这个比方是不太恰当，等于是弱化了我们中共的这个地位，是吧？你把美国比成老公，我们比成是老婆，这老婆就是成天挨打的，是吧？是跟在老公屁股后面转悠的，所以习近平非常不满，说这也要有损国格。就是对他是党内是对汪洋真正进行批判，后来汪洋马上就改口了，改口在第2年举行这个就是这个战略，就是这个叫做什么经济战略对话，是在这个会上汪洋说出来。第2次举行这个会议的时候，汪洋马上就改了口，说叫做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叫做亲兄弟明算账。OK， 所以现在夫妻论再拿出来哈。对，我前几天媒体也找我采访，我说简直是太肉麻了哈。那我也要批评一下汪洋哈，这个因为这现在双方的关系啊，这简直是我要把你踢出去，你要把我踢出去，只是没有撕破脸而已啊！居然会说出这个夫妻关系，也真是很有意思啊！我在想他怎么想的问题，说明上峰有令是吧？你说的意思是上峰有令。我觉得新的老板在背后，这个人叫汪洋。因为李强这个人你要注意一点，谁都知道李强自从他当了这个总理以来，
说话是极其谨慎小心的。对，这个人非常知道揣摩上意。对，而且他完全是如履薄冰，因为他就是基本上他比李克强还要弱势。他基本就是习近平的跟班，说白了，他就是这么一个角色。他过去也是习近平的秘书角色，所以他说话是非常谨慎的。他绝对不可能自己突然心血来潮，脑袋一发热了，我把汪洋当初曾经被批过的、拿过的那个比喻拿出来跟你说。而且他是闭门会议。说白了就是这叫定向信息投送，什么意思呢？专门说给美国人听的。我们在国内的媒体没有任何一家媒体一个字提到这件事儿。说白了就是他是说给美国人听，啥意思呢？当然就是在我看来就是向美国示好。这个动作可不是孤立的，你会注意到吗？你看这次不是汪洋，我说这个李强，这次出来以后，首先他做了一个动作，他宣布说这个 WTO 的那个叫做什么？发展中国家待遇，我们从现在开始以后放弃了，取消。这个可是缓和，这个是公认的，这是中共表达了一种缓和中美关系。因为过去川普，你看每一次拿这个痛批，说你都说第2大经济体了，你居然还说你是发展中国家占我们便宜，是吧？意思就是说这作奸犯科、偷奸耍滑，为这个事情就是批了中共很多次了。所以呢，他这次相当于就是 OK， 我们认可你川普的说法，我们不再要这个发展中国家待遇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那个 TikTok。TikTok， 你看当初之前习近平在掌权的时候，那个有多强硬，是吧？我们宁可让你把这个公司关门，我都不会卖的。但最后卖了，不但卖了，才卖成140亿美元。这个是相当于它正常的这种评估价，就是坊间评估价只有1半左右，1半甚至都还不到1/3。对啊，只有1/3左右。这可以说是贱卖。我要说说直白一点，就是这相当于就是中共在下跪认怂给美国这边，就是 OK， 你放我一马，我贱卖给你，好，算法成本全都给你。所以我就说，你看这是再一再二再三了，这是一系列的动作向美国这边示好。对，所以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个唐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呢，背后换了人了，所以才会再一再二再三的示软，是吧？对，在大幅度的扭转。甚至是颠覆习近平之前的这种外交。确实，我觉得中共现在看起来是有点，看得仔细的话，有点精神错乱那种状态，不知道谁在想问题哈。好，我们就看吧，再等个多少天？20天嘛，对不对？就20天。对，差不多。20天、24天。总之，说到这，我还是再补充一句啊，就是对于这个4中全会，习近平是不是真的就会100%要揭盖子呢？这个至少我现在来看，我觉得也不是。我觉得4中全会的揭盖子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呢，它并不是绝对的，因为这个背后就取决于，在我看来，习近平他已经没有权利，他已经没有什么这个还手之力，想要东山再起啊，这种可能性也非常低了。但是为什么他们不揭盖子？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在想着以什么样的方式可以保党，保住这种红色体制能够顺畅的交接，实现权力的交接，他们其实内部是没有完全达成一致的，是有分歧的，想不清楚的。对，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不排除他们可能在某种极端环境下，觉得我们再稳一稳，让习近平再当演员也好，再当个2年，到21大，我们再来彻底的，就是21大他就正常的换班嘛，交接嘛，21大他就任期到了嘛，所以呢就是正常的下台，也许不排除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至少我的分析啊，无论是从现在中共党内的这种政治交接的矛盾的这种激烈，其中尤其是张又侠他的这个自身的安危这种状态来看，我觉得他们可能至少张又侠也好，或者是温家宝这些人，他们可能不太希望说让习近平还要再拖2年，拖到21大去交接。但是不排除像胡锦涛这些人，可能他在想的说，胡锦涛一直都想的是不折腾啊，最好是平平安安的，是吧？顺顺畅畅的来完成这件事儿。所以呢，就是他们可能跟胡锦涛的看法有点不太一样。所以起码三个方面最少哈，3个力量在互相之间这个起作用。对他们之间，所以只不过对于张又侠来说，我觉得他可以说是最危险的一种状态。如果习近平在4中全会不能够下台的话。因为张又侠我们都知道他本来这次20大他就已经是超龄留任的，他到21大他肯定是要下台。如果说还要再让习近平延续2年的时间继续到21大，习近平现在手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权的，而且他是站在名义上他还是3军总司令呢，是吧？3个职位他都在呀，是吧？他是党魁啊。
在未来2年之中，你谁都不知道会不会夜长梦多，会出来什么，他可能哪天他突然会翻过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做一个极端的假设，比如说在未来2年之内还没到这个时间的时候，比如说万一胡锦涛去世了呢？胡锦涛当一个身体大家都看到了，本身就随时都有可能是吧悬栽栽的。如果一旦胡锦涛一下去，整个变局可能又会出现，你都不知道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剧烈变动。所以对张幼霞他们这些人来说，张幼霞可真的是造反的，是吧？他抓了习近平，抓了何卫东，甚至可能还开了杀戒的，是吧？很多人可能你再也看不到了，是这样一种状态。张幼霞，你想他怎么敢去冒这种风险？我让你未来2年你有太多的不可预判的因素，一旦你翻了盘，他们这些人什么张幼霞、什么刘源，包括张幼霞手下这一帮人，全部人头落地，没有一个可以活出来，叫做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在我看来呢，就是我倾向于说，在四中全会揭盖子的可能性大。但是呢，任何事情万事万物都没有说100%绝对的，所以我们还是只能说大家继续保持观察。我们就且看看吧。我们现在来看美国的事情，好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提议的哈。我觉得这个将军大会啊，这个将军大会，我觉得非常值得谈一谈。因为这个将军大会一出来，我就在媒体我在我的节目中表达，我说这算什么新闻？但是呢，很多的媒体啊，美国的主流媒体就说这真是个事儿，因为这800个主官呢，在世界各地进来。那一进来的话，那当然了，就各地他的岗位就空了。然后800个军官，美国所有的这个主官在一个屋檐之下，如果出问题的话，那不一锅端吗？别人一颗导弹下来就全部报销了。而且是呢，这个美国以前不干这个事儿哈，有什么会议呢？那军中的这种加密的这个会议其实是非常方便的。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情？那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哈，我今天看完之后，我今天发了个推，你看我发那个推没有？我也看到了，我确实这么认为啊。我先说我的看法是什么，因为今天早上我还没有看到这个相关的消息，在川普去到这个叫做开会去演讲的时候，之前记者问他啊，就是问他你怎么看呢？他就当时说了，他说我看到谁要是不满意，我不喜欢谁的话，我就把他当场免职。那当然了，我当时想法 ，What do you mean？你看到谁这么霸道吗？2分钟你就可以说你就不喜欢他，你就把他免职，你怎么把他免职？这是大家都很自然的有这么一个问题嘛。对，人不可貌相嘛。对啊，你怎么可能做到这个事情呢？但是呢，我觉得接着海格塞斯在会上明确的去说哈，我觉得他说的就非常的清楚，他就说我们的国防部，我们的这个五角大楼里的大厅里头那些大腹便便的这些将军在哪，这是不可以的，这是坏的印象。这不是我们的印象。那这一次呢，整个的演讲下来，我觉得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海格塞斯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战士精神，美国军队要是一个能打的，别的都不重要。当然了，这里头有更深的意义嘛。对，我觉得川普要在全世界叫做缔造和平的话，这次开会我觉得不是要打仗啊。我看到很多媒体说他要打仗，他才不要打仗呢，他是要和平。可是和平背后得有实力，要让美军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实力。川普才能去搞他的和平。一方面有美国的市场啊，这个将近4万亿的购买市场，一个是美国强大的军队，川普才可以去讲和。那么所以呢，他是就是说，首先第一点就是说，美国军队必须是能打仗，打就能打赢的。第二点呢，我觉得哈，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就是说，天哪，我刚才是思路跑掉了哈。军容好像我印象中他提到了一个军容，就是作为一支军队能打仗的军队，你不能这种就是就像你说这种大幅便便的，对，这个不代表美国的形象。你想想，咱其实我在猜哈，但是我觉得我对我猜测的蛮肯定的。他如果远程开会的话，远程开会你怎么会看得到他？你就是你，难道你送一个卡说你长多胖吗？你身高多少？人家是主官，为什么告诉你这个真话啊？他随便骗你不就完了吗？他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吗？所以呢，我觉得当这些人走到面前来，因为川普，我觉得真的是现在要大改军队，我认为这个是军队，就是拉出去就可以打了就可以打赢。那么从小兵到4星将军，都必须是非常的叫体健，非常的能跑能扛，体能过关。对，能体能坚持下去的。所以川普需要他们帮助美国更加伟大，帮助他的和平计划的实现。所以他要把他们调到面前来，我看一眼，你到底什么形态？我认为就这么简单。因为川普有的时候他是按脾气说话，他没有那么多理论的，他可能就跟海克塞斯说，把他们叫来，我们看看他们长什么样，不行的就刷掉。海克塞斯说 OK， 这个会就发生了。这是我的看法了，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个事儿吧，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他的原则是对的，
因为为啥他要把这800将军，好多其实在第一线的，是在战区哦。比如说你在中东啊，那些现在包括在这个欧洲是吧，北约那边是正在打仗的，是在战区。你把战区的主官把他给调回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在那边真的是日理万机的，突然你调回来就是为了看一眼我长得多胖是吧？是不是有一点这种小题大做？我觉得呢，这个倒恰恰是川普他的目的，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我要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你。我要对整个军队要进行整顿，他其实不光是对这个体重和这个体型的问题嘛，你看他还就是这个赫克塞斯提到这个对 DEI 啊、DEI、电信啊，是吧？这些乱七八糟的，是吧？环境 LGBTQ 啊，是吧？包括反正就是所有的就是觉醒主义，所谓的那些东西全部都要刷掉。也就是说，在我看来，他的目的呢是要对美国的军队进行一个从头到尾在意识形态层面一次大清扫、大整肃、大整顿，这么说准确是叫大整顿。所以呢，他用这种方式来告诉给每一位将领，对军队的意识形态，就是思想病毒的这种清除，比你现在在战区你在打的那个仗都还要更重要。所以哪怕你现在在战区在打仗，你都得给我回来，告诉我要当面，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你必须要怎么做，要达到我要的要求和这个标准，否则达不到的话，你可能就走人了，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他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凸显他的重视的程度，这个没有问题。我觉得我客观来说，第一，我觉得这是原则上是对的。第二一个呢，包括你刚才提到这点，就是他说我要把所有将军全部叫来，我要看看。那个确实大幅变面，你走路都走不多，走不利索的，对，是吧？这种你怎么去带兵，怎么去打仗呢？是，我觉得原则上来说，我也是比较赞同的，因为军队就得像个军队的样子，军人就得像个军人的样子。你军人不能像满脑肥肠，一看就是那样事儿的，是吧？这种，就原则上是对的。我为什么说这个原则上呢？因为我是觉得呢，这个万事都没有那么的绝对，尤其是在军队之中，有很多是文职的官员，他不一定说是一定要上战场去带兵打仗。这首先第一，很多是属于技术性的这种军种，它就是在基地、在后方在做，比如说或者是一些关于后勤的，是吧？一些它不一定是直接要上前线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说，尤其是很多人也是上了年纪了，上了年纪以后呢，身体会发福啊，会这个可能是这是难免的，就是体型会比较偏胖一点。我就不太清楚说他如果要按照赫克塞斯他所设定的那种标准，说从4星将军到这个小兵的这种体能的和体型的要求，体重说白了，这个体型就是他对体重也要求的，体重不得超过多少多少。对。然后呢，体能就是比如说你得跑多少米是吧？然后拉这个引体向上，你得做多少个俯卧撑做多少个？因为赫克塞斯本人是跟那些士兵是一起做过这个俯卧撑的，我知道。对。他是有去就是表示我是能达标的，这个原则上没有问题，严格要求，但是你相对有一些确实上了年纪了，好多他都这个年纪偏大了，身体也发福，当爷爷了，都是这种的。你要求他在短的时间之内迅速的把这个体重全都给控制下来，然后减下来，我总觉得这就有点过于是一刀切，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对，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军中10点哈，10个指示确实是包括这一点，从小兵到4星上将就得每年要2次体检，每年要2次这个测试，都得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他确实带有这么一层意思，他要换人，他不想换，他不想要的，他要换人，他要换成怎么说，就是忠于川普 agenda 或者忠于传统美国的这批人。因为军队历时这么10-20年在过去哈，其实赫克塞斯他当初进去的时候是2000年左右嘛，那个时候呢，他刚进去的时候，美国军队这个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强调一个叫做 warrior ethos， 对吧？叫战士精神。就从当初像那个什么古希腊的像 Achilles 啊那样的英雄哈，所以强调是那些东西，后来就全部丢掉了。海克塞斯就要把它再回去，美国回到当年的这种战士精神，那对体魄的要求。就是一个必须有的东西，他也可，我认为呢，他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借口也好，就是借口吧，一个理由就刷掉一批人。哦，你是这个概念，你是觉得说他是以这个为借口，其实把对他要淘汰这些将，淘汰一批将官，因为这里头你看哈，800人进来，你知道总共花了多少时间？海克塞斯先说话，川普在说话，然后 Daines 啊，那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讲话，讲到 early afternoon 1-2点就全散了，800个人没有开会，没有讨论，什么都没有，没有 team building。一般的搞到一起来，就是为了讲完话之后要 team building， 要沟通，要问答，这是讲完之后马上放走。所以我认为他的目的非常清晰，他要看他们到底怎么样，我的将军们长什么样，我不可能远程开会知道我的将军长什么样的。所以川普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淳朴、非常直观的一个需求，你给我倒面起来，我的军队我要看一眼，我的将军们到底长什么样。
如果不行，我真的干掉啊！所以他是为什么那么说？这个有点像当初巴顿将军那个。对，我跟你讲，在很多人就说嘛，对吧？川普是巴顿转世，巴顿去世多久？1个月之后，对不对？他就这个川普转世啊。当然这个说起来有点悬啊，但不管怎么说，你说的那个风格，我认为就是这样的。没有那是叫做林格朗的哈，这个东西你要是不合适，我看我不顺眼，我就把你淘汰掉，因为我现在需要重塑美国军队，按我川普的这个叫做观念概念来重塑美国军队，就把他们叫到面前来看一眼。很可能就看这一眼，我觉得以后他不会年年招他们来，因为他把这件事情做了就做了，他只要把人换成他合适的人。所以这是我的看法，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不是吗？那就是也就是说，在我看来，川普他有可能就会比较偏重于在军队中要使用少壮派。对，他可能觉得你这些上年纪了，本来你可能因为军人呢，的确存在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少壮派的从来都是比较受这个喜欢？因为少壮派他就比较精进上武，而且少壮派的他能打，一旦上了年纪了，慢慢他就无形中的他就会比较贪图安逸，当然你说上了年纪的这种将军呢，有他的优势，经验就是比较睿智，有经验，是吧？这个也比较能沉得住气了，没有说这么的这个毛头小伙子这么的冲动了，但是对打仗来说呢，他其实更多的是希望说这些将军都是这种非常生猛的，对，一道命令下去，立马你就冲出去了，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对，生猛这个，当然他没有用这个词哈，但我看完这个海克塞斯的观点就是这个意思。美国的军队、美国的军人、美国的将军要很猛，说打就打。这次他还做了一些改动，很值得关注的哈。一个就是说，没有说男人标准、女人标准，就是一个标准。那基本上你就可以想象，多数女兵是待不下去的，因为你搞不过人家哈，你弄不过男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有一个叫做军队的暴力容忍度的问题。你知道，川普曾经对有些事情非常非常不满意，就在战场上双方对峙的时候，美国的士兵就用叫做过当暴力，把这个疑似恐怖组织的这个叫做对手把他制服或者把他打死了，然后呢就会被起诉，然后就说人家根本是平民，你把人家搞成这个样子，然后就判刑。川普就说我们的军队在训练的时候就是要训练他叫做有巨大的杀伤力，你把他训练完了，人家按你训练他的表现出来，你居然把人家关起来。所以他在第一任的时候就特赦了好几个这样的人。他说你完全是胡扯嘛，你既然训练人家，你要么就别训练人家杀伤力那么强，你既然训练出来，你当然得给他空间了，当然得给他这个叫做出错度。所以这次要把它恢复回来，就是在军人执勤的时候，那么他用过度暴力没有责任，这就是他的这个10项其中的一条哈。所以你看得出来哈，川普很简单，军人要为美国打赢仗，要成为强大的没有办法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办法抵挡的这样一个力量。川普用这种力量才可以去谈成他的和平协议。他也说，他说我是个和平总统，你不要想我把他们招来，我要开战。我觉得他说的是大实话。他需要这支军队在背后，他可以谈成和平协议，威慑作为实力来进行威慑。当然，我觉得其实他提出来这个，就是每年2次要进行搞这个体能的检测，是吧？不过关了你就下去。这个其实我觉得从某种程度讲，他有一点以小见大。表面上看上去只是对你的体重和体型要设立这么一个标准。但是你想，对美国人来说，你要是想要真的能做到我每年都达标，每一次检测都达标，首先他得有意志力。这是其实对这个将军是一种意志力的考验，而且是这种长期的，它不是短期的。每年2次你都得要，就是你长期你都得保证，你比如说你要节食，或者你必须要进行大运动量的这种体能的训练来减掉你的这种脂肪，还有就是对这种叫自律的能力，是军队的战斗力和这种纪律性的这种要求。我川普我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我就这一条，你这一条你要是做不到呢，你就走人。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种服从性的，可以说是一种服从性的训练。OK， 所以虽然看上去表面上比较简单，就是对体重有这么一个要求，但是我觉得它其实包含的意义，我就觉得它有点以小见大，它有点像那个撬动一样，是吧？小小的这么一条，就把军队的最核心的几个要素都包含在里面，你们必须都要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说了，我还是那句话，原则上我觉得他这样做其实没有问题，我是赞成。我只是有一点点担心他会不会就是过于粗暴了，一刀切，把可能本来，因为的确你不得不承认有些客观的，就是有些将军或者是有些军人，他的长处是脑子，他的体能可能不一定那么的行，但是他的脑子很厉害，你也许有可能会把这种人无形中也把他给淘汰出去了。总之呢，就是 OK， 任何事情都没有完美的。
对吧？We shall see。那但我想，显然川普是要脑子又好、体能又强的人。好，那我们讲下一个话题，好吧？讲下一个话题，我们来嘱咐一下大家哈。现在咱们是一个是靖远开讲啊，这个频道，一个是方伟时间，大家记得订阅一下哈。终于不用我再提醒你了。不能怪我，因为靖远换了名字嘛哈。靖远开讲，靖远开讲，靖远开讲，好话说3遍哈。还有方伟时间，大家点击一下这个订阅哈。我要讲一下这个洪海参的。你先讲还是？这个洪海参这样的，我今天收到一个通知，有一个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他吃了2大盒，他说他长期睡眠不好，居然最近几天连睡了，每天晚上都能睡6个小时，他高兴的不行。我6个小时我觉得不长啊，但是对长期失眠来说就很那个。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碰到很多这样的例子。降低血压呀，然后这个是身体这个创伤变好啊。我跟你讲，我前2天啊，我不是前2天，最近几天，我很奇怪，我3次咬我的嘴唇，因为那个东西那个新田做的那个牛排太好吃了哈，真的啪咬到，咬破了，每次咬破我就变成一个疮，你知道吗？要持续大概8到10天。我这次我咬了3次，居然没有疮啊，就正常就没了。你一直都在吃是吧？对啊，我就每天吃啊，因为新田一定逼我吃嘛。其实说到这个呢。说到这个，我是说实话有点意外的。我得说句实话，刚开始我在接触这个红海参的时候，我其实都有一点点半信半疑，我说这个究竟效果怎么样？是。但是呢，这次我们不是到这个美西去旅游嘛，就在车上有一个老人，他就是长那个口腔溃疡，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我这个，对。他是口腔溃疡，其实还跟你这个，你是属于这种不小心咬破，他是就自己，因为老年人自己会长，对老年人他这个抵抗力弱了，这免疫力差了之后，就会容易，尤其是这个如果说这种比如说睡不好啊，或者说这种饮食条件稍微差一点，有可能他就会长这个口腔溃疡。他说在过去只要一长这种口腔溃疡，他都是要好几天，就是会非常麻烦，又疼啊，对，吃东西喝水啊，说话什么都不方便，一碰就疼。然后结果就当时因为带的有这个嘛，就在车上给他就吃了2支，就吃了2支，一天吃1支就2天。第3天他就说他发现神奇的，他发现居然口腔溃疡已经好了，他可以正常的说话吃饭了，他简直就非常高兴。他在车上他就说，我完全没想到，他原本以为说这个只是当成一个什么像那个什么饮品水果是吧，就当成一个小玩意儿吃着玩儿，结果没想到这个就是修复这种机体创伤的这种功能真的非常强。包括你刚才提到那个就是这种高血压，我看到的一个案例呢，他是长期高血压，高压到190。然后呢，是他太太本来买去是给他太太自己吃的，然后呢，就是说完全纯粹就是心血来潮，说啊，给这个先生，我也给你这个试试看，结果没想到他现在蛮好吃的，对，结果他现在才吃了这个两小盒，也就是2周的样子，左右的样子，然后结果他就发现他的那个血压高压变成只有133，基本接近正常了，基本接近正常。OK， 所以他非常惊喜，他万万没想到。我就说实话，其实我之前在刚刚开始推的时候，我都没想到这个东西啊。原本以为它叫做那个修复饮嘛，因为厂家跟我们说的就是它就是对这种其实厂家也不知道有那么多效果，对创伤的修复效果不错。结果没想到它居然对高血压、对这种失眠，刚才你提到这些都是这厂家都不知道的，对不对？是完全是观众朋友给的反馈，说发现它这个效果其实非常不错。所以呢，而且是完全是就是没有什么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是吧？对男孕老幼都非常适合，所以特别给大家推荐。因为为什么这个东西其实都卖断货了，刚刚才到货，现在到货了，大家赶快买，赶快到货，赶快买。所以大家手快有手慢无啊，一转眼可能又没了。对，那个小编已经贴出来了哈，那个优惠码可以得到一个折扣的。好，我们现在赶快讲下面的话题吧。下面还2个话题啊，我们很快讲一讲，一个是川普实力求和平，对不对？中东达成一个不是没有达成了，很可能达成一个和平。但我觉得这次是希望最大的一次。对，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川普这个20点的这个建议呢，在我看来其实是比较合理的，而且它基本上是照顾了我认为是迄今为止可以说是最完善的一个和平方案。实现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一推出来，以色列同意了。巴勒斯坦那边同意了，还有周边那一堆的阿拉伯的国家基本上也同意了，连欧洲这些基本上也都同意。除了就是在个别细节上，可能还有一些这种不同的这种看法，但是基本上在整体的是已经都这个就是大家都比较支持，所以我觉得它实现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因为我觉得川普他现在提出来呢，有一个背景，重要的背景。就是哈马斯已经意识到他们完全没有牌了，他完全没有牌了，因为在这次川普提出这20点里面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整个加沙要就是非军事化，
所有哈马斯的武器，包括那些就是基础设施，什么地道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全部都要清除掉，全部都清除掉。整个加沙地带就完全变成搞一个商业开发，变成完全是一个和平的这么一种状态。哈马斯必须实现非武装化。你可以就地就待在这儿，你这个就 OK， 不再搞这种，就脱下军装，你就成为一个平民百姓。你要愿意不愿意在这儿待了，你要愿意到其他的国家去，我也给你开辟一个通道，你可以转移到其他的国家去。但是这块地方你不能在这儿待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让哈马斯意味着他们其实他是最好的一条出路，因为川普说得很清楚，对，川普说得很清楚，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就不管了，以色列会继续把你们每一个可能一直到杀光杀干净。以色列那下手可是非常狠的，是吧？所有的哈马斯可能一个不剩，我全部都给你搞掉。也就是说，你迟早你同样也是不会再有武装。对哈马斯来说，在我看来，他觉得并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所以是川普非常典型的一种叫做实力求和平，我觉得应该是这么感觉。呀，我的体会，对不起啊。我的体会就是，川普他的外交思路啊，他其实真的常常出人意表。他在第一届总统的时候达成叫做亚伯拉罕协议嘛，那个协议我觉得就非常出人意表，因为以色列跟中东几乎阿拉伯国家是叫不共戴天也差不多了哈。他居然能够搞2-3个国家跟以色列签这个亚伯拉罕和平协议，他那个时候的角度，他就是跟沙特说，跟卡塔尔说，跟他们说，跟阿联酋说，你们的敌人是那个伊朗。那个什叶派的伊朗，所以伊朗做大之后，你们都会受到威胁。以色列不是你们的威胁，因为这件事情，你跟以色列讲和，我们能抑制住伊朗的一个扩张。他当时思路是这个思路，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美国历届的总统都没有想过这个思路。他能在中东这个局中看到，他们其实这些什叶派国家，他最害怕，心里最害怕的不是以色列攻到这边来，是伊朗把他们席卷了。所以呢，但是川普把他拎出来说，我们一起来对抗伊朗。用伊朗一个敌人凝聚了所有的人，然后再把它扯到这个以色列身边上去。当然后来呢，我觉得他是大选丢掉了嘛，亚伯拉罕协议才在中间中断。那么这一次呢，我是觉得，因为川普以前说的蛮硬的就是说哈马斯支持把哈马斯这个叫消灭掉，加沙清空。变成中东的拉斯维加斯或者中东的夏威夷就是这个滨海城市，大家听了觉得我记得当时他跟内塔尼亚胡说，川普呢总是有一些很出人意表的这个提议而且经常最后他能够应验，他说我愿意 open minded 我愿意比较开放的听听他想的做法。但这一次呢，我觉得川普其实我觉得他是大幅后退。他说呢，首先哈马斯你可以全身而退你只要把人质放出来，你只要把武器放下，你可以全身而退。然后以色列撤军，这点就是解除了大家阿拉伯国家担心以色列拿下加沙，他会占领加沙对，以色列你撤军不要进来，然后呢然后会支持，基本上他说的这一点很关键，我们会支持，我们就是美国跟以色列会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如果事情一直顺利，这就是阿拉伯国家最想要的东西。对，而整个的加沙呢，最后变成一个川普做中人做到底他说现在他们都要我做中人，做这个和平委员会的主席。川普说那我就做呗。结果就是川普来坐镇的话，因为川普把和平弄在一起，他再去执行这个和平计划，大家就觉得靠谱，就不会再出什么幺蛾子又出现选出一个极端的什么东西。川普说这个加沙我们用技术官僚来管理它。巴勒斯坦的技术官僚再拎一些国际的技术官僚进去，然后呢，基本上就我觉得把加沙中性化，他再把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拉进来。你看一堆中性的人在这做老板，做什么？做管制者，他基本上极端化的可能性非常小，你们都别担心。但这个时候呢，确实是就化干戈为玉帛，哈马斯你变成一个，你就完全拔掉牙齿，变成平民，以色列军队就撤出去，你们也不会进来。这点我觉得，然后中间打造一个叫做什么来着？大家共管的一个叫做什么中性的一个领域。所以我觉得真正说到这个地方，你也注意到嘛，他跟那个内塔尼亚胡，他其实这个事情做了很久了他前面花了4个星期，我看的花了4个星期说服以色列，然后呢再去跟内塔尼亚胡再去那个讲话然后再通过联大期间让他女婿跟那个回特科夫在纽约联大期间到处去串场，元首都在，全部讲完之后。最后跟内塔尼亚胡这个见面的时候，还当场打电话给那个卡塔尔的那个叫做埃米尔是吧？他的国王，然后说这个内塔尼亚胡要跟你道歉，炸了你们的楼，不好意思。他是逼着内塔尼亚胡。我觉得川普这一点，其实我非常欣赏他，就是他在中东这个问题上面他的斡旋的确非常成功，尤其是他让这个内塔尼亚胡去给卡塔尔做一个道歉，因为其实就给个面子。对，本来那次轰炸卡塔尔呢，其实应该是事先是给了一个通知的，卡塔尔也知道以色列是肯定要炸的，就是要把这个就是哈马斯的他的老窝要把它给端掉嘛。是。
因为其实哈马斯真正背后最主要的因素是卡塔尔。我觉得川普他是用这种方式让卡塔尔意识到，就是你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你不能够再支持哈马斯。你如果支持哈马斯，很有可能以色列将来会把你视为敌人，我也没有办法来保护你。所以我觉得它存在这么一个关系，就是他把这种利害关系讲清楚以后呢，最终我们就看到，就是川普，我觉得他是天时地利包括人和刚好凑齐到了一个阶段了，所以一下子推出来这个20点，我觉得基本上中东这个乱局啊，你看这多少年了，已经是没办法解的，像个火药桶一样的，有指望看起来是会彻底的要平息，非常非常有意思哈。而且川普现在还有3年多的时间，他时间还够长。那他的那种叫做斡旋呐，这个叫调和顶戴的这个能力，真的是，我觉得一般人就是真的是没有啊。他就是在俄乌战争上面老是失误，他就是没跟你除了俄乌之外，我同意啊。其他方面真的是有点无往不利的那种感觉啊。而且我觉得他另外一个特点，我注意到他不把人逼死哈。到伊朗已经要逼死的时候，他突然放手，要达成和平，对不对？拿这个突然放手来要达成一个长久和平，对哈马斯也是一样的。我看可以把你灭了，可是我突然松手啊。大家不要结成这样一种冤冤相报的一个。我觉得这个是川普，我也非常欣赏他这一点。其实川普，我发现他在很多问题上表现出来，他真的是有一点点过去中国人爱说一句话叫做怀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他有人看上去你看手段他是比较严厉的，但是其实他真正内心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厚道的这么一个。你知道中国有句话，东北有句话叫做刀子嘴豆腐心。我一直就说川普就是这样的人。对，是讲话听起来吓死人呐。他心情很柔软的，他心里很柔软，他最后落到实处的时候是很能容人的，很能给人家分寸的哈。是。好，我们赶快下面讲下一个话题哈，讲那个台海，中共干了几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到现在你说你有答案我都不知道哈，我也很要请教一下，中共干了什么事儿嘞？我看到有个消息说中共的什么民用船呢，什么运什么来着，运汽车的呀，运货的东西可以变成运兵船。对。然后还有什么来着？总而言之就是还发布了2758号决议案的一个诠释。对，现在跟2758号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突然干这个事情？就中共在台海上现在好像摆出一副很凶要打仗的这个味道，到底他们在想什么？这是假象。OK， 你认为真相是什么？我就直接给你一个答案。Okay. 什么意思呢？我这么说吧。因为中共关于台海最近出了几条大新闻，首先第一个是《华尔街日报》独家报了，对，是吧？说这个习近平在跟川普通话的时候，要求川普说，你能不能够在这个台独问题上面，你要改变你的这个立场，你要反对台独，因为以前美国一直都是叫做不支持台独。对，你怎么看待《华尔街日报》这份报道？是个华人，我不说他名字啊，是个华人记者写的。这个呢，我觉得不排除它是真的，因为这个不是第一次了。在过去，就是习近平就已经向川普曾经有提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希望你能不能，就是美国政府是不是可以考虑我们给你做出很大的让步，因为现在不是中美在进行贸易谈判嘛，这种思路并不是现在习近平才有的。早在希拉里那个年代，你记得吗？就是要希拉里卖掉台湾，说白了。对，也是当时希拉里还只是一个国务卿，那个时候就曾经是有这么一个中共就有这么一条思路，就是说跟希拉里说，我们给你美国让多少是1万亿还是2万亿的这个经济的国债免国债。对，就是那个好处。然后呢，你把台湾卖掉。对，台湾给我们。台湾给我们，但是当然希拉里是不会干的。当然你会发现现在其实习近平这种思路跟当初那个基本上是一样的。在我看来呢，他其实更多的是中共想做一种试探。中共他并不是真正的说是叫指望靠这种方式来就可以拿下这个台湾，他是试探一下看看川普政府这边究竟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相当于投石问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就是国务院。是国务院在昨天已经正式出来给了一个回复了，这个回复非常强硬。首先，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变，还是3个原则，是吧？第一个台湾关系法，第二个这个什么6项保证，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这个里根的6项保证，还有一个那个三个联合公报，中美之间的3个联合公报，就这个是没有变的。然后加了这么一句话。说美国坚决反对任何一方面单方面的改变台海现状，而中共现在所做的很多台湾很多这种威胁，也才是最大的破坏这个台海的稳定和和平的这个因素。加了这么一句话，
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表态了。也就是说，川普根本就不可能说是来答应你什么。所以我就说，中国它只是一个投石问路了，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刚才提到这个问题，这个是客观的，就是中共他们在改装一些军民两用的这种货轮，想要把它用来可以运兵、运坦克，甚至因为他们的这种渡海的这个运载的能力是不足的。当然，军民两用嘛，也有个伪装的这么一个作用。我觉得呢，这一点倒是一点都不奇怪。为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个概念，无论习近平他的权力在还是不在，要吞并台湾，这个是中共高层整体的共识，它不会变的。从毛泽东时代开始起，到现在从来就没有变过。无论换了张近平、李近平还是王金平上台，这一点都绝对不会变。所以呢，也就是习近平当初为什么他能够取得连任，他其实最主要、最核心的一个理由就是说的就是台湾，就是这个理由。对，他是说，因为我已经都做到这种份上了。现在我们有一个可以说是千载难逢最好的机会，美国的国力，中共的国力已经上来，和美国基本上可以平起平坐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吧？在未来的10年，他不是原本是要准备到这个2027年嘛，是吧？那未来10年之内，我要把台湾这件事情解决，再不解决这个台湾再拖下去，可能也许就要出幺蛾子了，是吧？搞不好可能就越走越远，真的可能哪天要独立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党内在当时接受习近平让他连任修宪，最主要的理由也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呢，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并不是习近平一个人头脑发热，但习近平毫无疑问，他想在他的任上完成这件叫做丰功伟绩，是吧？重新把台湾收回来，这个完成了实现了统一，康熙大帝一样，对吧？就像康熙大帝一样，哇，从此就彪炳史册。这个是他个人一种想法，但是呢，其实党内集体的有这么一个共识，这个也是不可避免的一种因素。所以的话，习近平他即便是在4中全会下台了，在台海这个问题上，中共他的那个底线，他认为的底线是吧，是不会变的。但是我也要客观的说，至少就我的观察，我发现在最近这2天，中共在台海问题上面其实是在开始有所放低放软。包括刚才你提到这个2758号这个决议，我们这要解释一下，2758号决议是联大1972年通过的一个叫做决议嘛？这决议就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代替中华民国，对不对？中共就把它解释成它的3句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代表。对，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第3句话是什么？总而言之，第2句、第3句都是它是3段论。对，第2跟第3句都是瞎扯的。第1句话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啊，对。第2句话是台湾是唯一合法代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个就是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总之就是他自己发挥出来的。你去看2758号的原文，你是读不出来这个东西的。是，所以他今天又把它强调一遍。Why？我觉得这个背后啊，首先第一个2758号这个决议那个原文，他提到是说把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就是驱逐出去。是，你要注意，他说的是蒋介石的代表。原文我去看了那个原文的，他不是说的把中华民国的代表，或者是叫做台湾的代表，都不是，没有提到中华民国和台湾任何一个词。对，只是说的是把蒋介石的代表这个驱逐出去。对，那蒋介石代表早，蒋介石都不在了，对，是吧？他的代表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模糊地带。是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中共就是在今天，是吧？他们来发布了这个关于2758号的一份官方声明，为什么在今天？因为我们都知道，明天就是10月1号，是中共建立他政权的这个日子。他其实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来重申一下它的合法性。我们在10月1号建立了新政权，所以这个旧政权，中华民国旧政权已经就不复存在了，它就已经消失了。但是我们谁都知道，其实中华民国一直都存在。它只不过是地理管辖的范围缩小了一点，缩小了而已。但是这个政权的主体，它的主权是一直没有一天中断过，一直都是延续到现在的。所以呢，我觉得中共它为什么现在来发布这个立场、这个声明，它其实是跟美国这边一个动作是密切相关的。不光是美国，因为美国在5月份不是刚刚通过了一个叫做《台湾团结国际法案》，OK， 台湾国际团结法案，这个法案就是针对这个2758号决议来的，说的非常明确，对，意思就只有一句话，核心意思就是叫做2758号决议呢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就是台湾的主权地位，或者叫做现在的中华民国台湾。
它的主权地位，2758号决议没有一个字提到过，所以它是未定的，是未定的状态，就这个意思。然后美国这个通过这个法是今年5月份通过的，通过以后你就会发现陆陆续续有其他很多的这些国家，比如说欧洲的一些国家，包括英国，也都有通过了类似的跟进类似的这种决议，都提到说这个2758号决议是怎么回事儿。所以这样来，中共肯定就急眼了。中共的压力就会非常非常大，因为这就相当于变相的越来越接近于说承认中华民国台湾的一个主权的一个合法性、一个地位、一个合法性的问题。中共的中华民国一合法，中共就是非法的，因为这个就是一个跷跷板。这边我觉得那倒不一定，但是会是存在这个两岸一边一国的问题。但是对中共来说，他自己给自己设定的合法性的基础，如果按他那个三段论，对，按照他那个三段论，他自己把自己逼到了一种完全没有任何余地的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位置上，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只能是有他无我，有我无他，就变成是这样一种关系。一旦说中华民国要是得到国际社会一种，还别说是正式的承认，哪怕是实际的承认或者叫做变相的承认，对中共来说他都是接受。太受不了。那你刚才说现政权，中共现政权对在台湾问题上反而放软，怎么看得出来他放软？因为习近平今天出来讲话了。他说什么？习近平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习近平今天因为他也是在11招待会吧，他要发表一个讲话。这个11招待会呢，他每例行的他都要谈到这个港澳问题，谈到这个台湾问题。你把它和去年的讲话做一个对比，不光是去年，包括比如说甚至和今年的新年的讲话，因为新年元旦不是都有他要出来讲的话吗？和去年的新年的元旦的讲话，就是凡是这种重大的，他对外来宣誓做这种重要讲话，都要谈到台湾问题。我还真去做了一个对比，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突出的一点。以前的历次讲话呢，习近平谈到台湾问题，他都要首先强调台湾是我们这个什么我们的一部分，什么血浓于水，我们要跟台湾人民要进行更多的这种交流，同时呢，坚决的要反对台独。与此同时，最后他一定要加一句话，就是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是民心所向，是历史的选择，是不可阻挡的等诸如此类的，他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表述。在过去从来没有缺少过。但是今天习近平这个讲话没有这句了，他只提到了说我们坚决反对台独和外来势力的干涉。这个外来势力跟毫无疑问就是指美国了。然后没有提那么急迫的，就是说我们什么统一世事是吧？历史所趋，民心所向，就没有那么的强硬。说白了，也就是说，至少在我看来，他今天这个讲话呢，跟之前的相比，他把就是要吞并台湾的这种不可质疑的这种结论式的这样一种语气、这种表述，他把它拿掉了。现在只是强调啥呢？强调我们也坚决反对台独。包括这个外来势力，其实也就是提醒美国，你不能够助长台独。说白了，也就是说，它更多的重点是在维持现状。你只要不独立 ，OK， 我就比较满意了，就变成是这样子。之前是说，你首先你不要独立，其次呢，我还要来吞并你，要把你统一过来。但现在至少后半段，他现在在今天这次讲话里面，他没有提。所以在我看来，这个其实可以说是一种降低了调门。那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得像你这么会读中共，才能读出这么一点这个隐含的这个意思啊。但不管怎么说啊，我觉得哈，我认为中共对台湾现在是第一，我觉得第一哈，中共对台湾现在是没有拿下台湾的力量或者胆气的。他也没有这个实力了，对，也没这个实力。我认为美国现在哈，比如说在这个叫做什么来着，Quantica 开的这个将军大会哈，我觉得也是某一种展示实力。对，这是我美国的军队，你们大家听好了，看清楚啊，这是我要我的军队干什么？你规规矩矩的，不要乱说乱动，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嘛，对不对？就是实力治和平，这其中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我在台湾去的时候，我觉得台湾的政界的人，很多人呢都是对川普真的是没啥信任。我在这说一下，我们有没有台湾这个的朋友看？我认为。台湾很多人对川普政府的解读是完全错误的，错很远很远。所以呢，他们对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政府呢，他很熟悉的，起码现在执政的政府，他很熟悉的是民主党的这个政府政治意识，对他的朋友都是他们这边。川普说白了是一些民间老百姓出来抢的政权啊，当然我说抢是用选举啊，用选举赢得政权，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他们并不是美国的叫做政坛上的建制派。都几乎全都不是啊，
第一任还有一些，就是说台湾他们过去熟悉的都是比较建制，对他们跟不上美国政坛的变化，而现在呢，这个跑出来的一群老百姓，现在实力越来越强，马上成为美国主流，而且他要回到的是美国的怎么讲，这个国家建国的传统，这个思路哈，我如果有这样的台湾的朋友听到，能够转达一下，目前台湾政府我认为是没有读出来的，所以呢，读不出来就有点就不管他认味道。所以有时候甚至会出错招，对，跟不上节奏，什么都半拍，非常可惜。这个我客观的说，我也有这种感觉。对，所以台湾其实很不好，因为台湾很危险，它需要美国毫不犹豫的叫做庇护才可以。美国不能对台湾生出疑心来，但我认为啊，现在还没有生疑心。即使有疑心，川普政府也不会介意这个事儿，他仍然会保卫台湾的。所以台湾的朋友不要去 worry 这个事情，真的不用 worry 这个事情。但第二点，你不能老是跟人家。对不起啊，你毕竟是人家庇护的，人家当初美军为了你要去流血流汗，这个就是花钱花弹药的，要为你打一仗的。所以台湾真的，我觉得要跟上这个事情。在中共现在已经没有实力对抗美国，美国绝对是崛起的老大的同时，美国要搞清楚，台湾要搞清楚谁在执政，他要跟上，他不能老是这么状况外。现在看起来有点太状况外了。说到这个呢，我想补充一点，我跟这个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个信息啊，就是最近吧，我们接触到一个这个就是应该说跟美军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位朋友，他比较了解美军的情况呢，他就给我们这个可以说是分享了一些他知道的美军的情况，至少从他的分享中显示出来的信息呢是这样子的，就是现在的美军呢对整个就是要不要和中共作战。要不要和俄罗斯作战，已经是做好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非常充分的准备，基本一直都没有停。这个相关的训练和相关的一些，甚至包括这个语言上的这种训练，都已经是非常的到位了。就是上至将军，下至普通士兵，都在进行大规模的这方面的这种训练，就是至少要求他们要能够听得懂一些最基本的，比如说中文或者是俄语的这样一些表达，就是这样的信息。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个说实话是有点超出我的这个意料的。我之前我总觉得说，就是美军他们可能是做好了，就是可能是要介入台海的这么一个准备，但是呢。可能还没有到那种说我已经把是吧枪都磨好了，刀都已经磨亮了是吧？完全就是一种攻上弦，叫做这个随时出击的这种状态，好像还不至于。但是这位朋友给我的这个信息呢，给我的感觉就是现在已经完全进入这种状态了。对，这个箭已经搭上弓了，然后呢刀呢是已经插在身上，随时那个挎上枪的手指都已经扣在扳机上。就是这种状态给我是这种感觉，所以我感觉就是台湾的朋友可能对这一点普遍是比较缺乏了解，他们老是因为现在台湾不是还有很多人还有那个什么以美论嘛，还有这种市场，就老是觉得说美国人会不会来帮我们呢？可能都不一定要打个问号 ，no， 恐怕不是这样子。不，台湾的朋友如果不搞清楚现实状况是什么，净听一些疯传的东西，那就是非常可惜，你会误判的。而且因为台湾的说实话，他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哈。跟川普这一脉是不太接的，所以要特别小心。其实川普我认为他现在不太介意啊，因为你不可能影响到美国。对，川普现在介意的是欧洲，他不会介意，但是你不能老那样，你最起码你得尊重人家是什么，你了解人家是什么样嘛哈，你能不能改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净听一些当然是以美论，我觉得很多以美论是中共那边派进来的，搞出来的，在故意的。所以台湾的朋友真的是要想得很清楚，要搞清楚现实状况是什么。我确实同意啊，我觉得美军，其实进来的这一批，我把它叫老百姓哈，这批老百姓，这批新的美国的这个政治人物和军队里的人，他们其实是对于反中共、反共是相当坚决的。像你说国务院针对中共的那个叫做什么来着回应，我今天没看，但我就知道卢比奥会怎么去回。非常。其实我认为在整个美国政府中，我觉得最鸽派的就是川普啊，这个叫什么来着？贝森特和这个卢特尼克，其他所有人全都是随时准备跟你干一场，是那个状况。我其实听你说，包括现在我观察川普政府上来到现在为止，
我就客观的说啊，我就不怕可能得罪一些可能这个就是对这个川普朋友对川普比较支持的这种朋友，就是川普这个政府内阁到目前为止它的表现呢，我觉得总体上来说还是不错的，对吧？就是但是在有些这种比较专业的领域上呢，显得稍稍有点生疏。比如说，因为毕竟很多人都是一些这种，就是过去还从来没做过这个，是属于第一次嘛。我觉得真的是在我看来，除了贝森特和这个卢比奥，算得上是比较熟读老历，就的确是有这种成熟的这么一个政治家或者说叫做高手，是吧？的这种味道以外呢。其他的你看，包括像这个赫克塞斯，包括像什么万斯等等这些人，比较主要这些人，体现出来都稍稍有一点生疏，有点业余。我要客观的说是有一点点。但是呢，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们就真的就是像一群老百姓，就是初生牛犊。他有他的好处，万事就是有利就有弊。你真是那种就是完全是政坛已经打滚多少年了，叫老油条了，你会慢。对他反倒有些事他做不出来。川普呢，他有他的好处，你看他任用像赫克塞斯，很多人说赫克塞斯最多就是一排长嘛，就这一级别，他怎么来冲着一堆4星将军来告诉他们啊，你要去这个减肥，你要去怎么地，大家觉得这有点可笑。其实我觉得恰恰他就是需要这样的人，他才有这种初生牛犊的。我什么都不怕，我虽然我业余就业余，但是我按照常识来做事，没错。符合常识，我们只需要回归常识，至少大方向是不会错的。就是我觉得是有这么一个特点。好，我们谈了1小时15分钟嘞，哇，这不知不觉已经有点长了。这个远方对话，好，今天就到这里哈。这个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从远方回到现实。好的，那一个是靖远开讲频道，一个是方伟时间大家可以订阅一下这个对方的频道这样我们可以能够眼界再宽一些了解更多的观点，更多的消息，好吧，孩子们，最后再嘱咐一下红海参尝试一下，货已经到了，那么订一下下面也有这个优惠码，订一下，抓紧时间。对这个方伟的粉丝这个愿意的话，就使用方伟的优惠码，当然我也非常欢迎使用我的优惠码，就是支持我的。TJY， 我的优惠码是 TJY， 方伟的这个优惠码就是方伟，是吧？就是 OK， 好的，非常欢迎大家来尝试一下，抓紧时间再提醒大家。好 ，OK， 那就这样咯，下周我们再见。好，我们下周再见。OK， 拜拜。